这个地方是日本神户北区的山上，也就是乡下的一个地方。我的一个日本朋友给我推荐说，这里有一家咖啡店的戚风蛋糕特别的好吃。他中文说的比较好，然后因为他日本人嘛，他夸什么东西比较好的时候，他夸的是比较夸张的。但他又连续给我推荐了好几次，我今天就过来了。这个地方离我家比较远，而且它有点太乡下了，它可以说完全就是一个被山包围的小村子。我家已经是住的乡下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到我家他还要坐电车，我要看看他说的那个店到底怎么样。我家住的那个地方，很多网友说那只是郊区，它不能算是乡下。那这个地方它就真的是乡下了，这一片人口密度是真的非常非常低。但是这个地方你坐电车到市中心的三宫，它也只需要35分钟。神户的乡下它有这么一个规律，就是不管远近，它到市中心的三宫，它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时间。他们这个路线的规划它做得特别的好，离得远的位置我就给你安排一个快速的电车，这样哪怕你住的是乡下，你要到市区里面去，你也不会太不方便。而且这边也是有便利店、有永旺超市、有大的购物中心的。然后这边的房价呢，它简直就是胡搞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卖的便宜点的，它700-800万，甚至还有500-600万的；卖的贵的呢，有开价3-4千万的。我不知道它那个价格是带一片地还是怎么样。因为我以前有看到过那种，就是买个房子他送一大片地的，要不然我不觉得这种房子它可以卖个3-4千万。他带一大片地的话，那还说得过去。像日本还有很多这种乡下房子，他那个地是免费送的，就是你买他那个房子，然后他那个地象征性的1块钱卖给你，而且他的房子也卖得很便宜，就是那个价格相当于是白捡。但是你要拿到手的话呢，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首先你必须是农夫的身份。那有人可能会想说，农夫还需要身份呢？农夫不就是农民吗？这个在日本啊，农夫不光是有身份，而且还需要认证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你每年必须要有150天来从事农业劳动。你看这一个条件就把很多人的小心思给卡死了。我在乡下买个便宜的房子，然后我平时还是住市区。我周末的时候呢，我来这里度假，我当一个假日农夫不行。你要这么做的话，农业委员会每年都会查，他一旦查到你要处以30万日元的罚款，因为农田收的税特别的低，1000平的土地呢，只相当于一碗拉面的钱。你享受了这么好的免税政策，你又不去种地，那这个地就会荒废，那这个是不允许的。这个咖啡店我以为就是这个黄色的屋子，然后我走过来之后，我发现它不是，它这个店还要再往里面走，就更偏僻一点的地方。我真的很怀疑他在这种地方开一个咖啡店，他是怎么维持？能有生意吗？这是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，他是跑这么远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这家店的生意不错。你看他前面停的这3个车，这全都是客人专门开车来的。日本人就特别喜欢这样，就是哪怕你的店比较远，只要你的东西好吃，我是不建议专门开个车过来吃的。这就是他们的店。你看这家店，它这完全就是一个农村乡下的小屋嘛，它这还带这么一个院子。你别说，这个院子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就进去吧，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店。すみません。こんにちは。是真不好找啊！你看我脸上的汗，它在一个山上，在一个完全是一个乡下。这里刚才看到田了吧？这个乡下小店布置的还挺不错，还卖点小东西。然后这个是窗户外面的院子，就挺好的那种感觉。你们会喜欢这种小店吗？它这个楼梯用装饰品给挡住了，楼上应该是它的卧室之类的。它这个做法就比直接冷冰冰的贴一个立路镜子要好得多。这个是我进门的这一边，我去他家的院子里面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他家这个院子，他也没有布置什么假山石之类的，但你看着就很舒服。你看这边，它就是用自然做装饰嘛，它不需要过多的装饰。我再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另外一边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房子，很舒服。他在这里开店，他还不愁生意。刚才店里的人都坐满了。好，然后我点了咖啡来了，当然还有我的戚风蛋糕，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嘛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点的，
咖啡、蛋糕。我早上是饭都没有吃，然后直接过来了，现在已经其实很饿了。这个蛋糕确实一端上来就能够闻到一股香气，这个是他自己烤，他后面有烤箱，搭配这个奶油还挺好吃。这个地方我弄错了，我以为这个橙子是给我吃的，然后我撕下来吃了一片之后，我发现旁边的日本顾客看我的样子怪怪的，我心想坏菜了，我就赶紧拍了张照片。我问 AI， 你知道戚风蛋糕旁边这个橙子吗？然后豆包说，它看起来弱不禁风，你应该能够轻松战胜它，快去试试吧。我没试，我把豆包删了。这个橙子是让你插着蛋糕去戳它的，这样橙子会粘在蛋糕上面，它就会带来一点酸味，很好吃。它这个咖啡的杯垫就是这么一块牛皮。拜拜，拜拜。那大家觉得这家乡村的咖啡小店怎么样呢？不得不说啊，他家的蛋糕确实是很好吃。但是我现在还要去找一个地方吃饭，他这一块小蛋糕跟吃饱完全没有关系，只是说我现在不感觉到饿了。你别说，他这边乡下的房子盖的还是挺好的，这个环境看起来根本就不是乡下。我看了一下路程，他这里走到最近的一个电车站是20多分钟。住在这里的人如果是骑个助力自行车去的话，那应该是对生活没什么影响的。骑车过去就4-5分钟吧，就还挺快的。他的这个店生意居然这么好，我来的时候他说是客满了，我还等了一会，还没有位置坐。这个时间段小孩子都已经放学了，这就是刚刚中午过了一点。这环境好是真的好，就是有点偏，但它到市中心它又不远，虽然这个车费有点贵。这个地方更靠近山田市，反而离神户市是比较远的。山田市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奥特莱斯，如果是购物的话，我估计他们不会去神户市购物。其实有很多外国人在日本当农夫啊，还不光是北海道，就神户这边他都有。因为拿这个签证，它的那个门槛它比较低。但是我给大家聊这个就只是作为一个分享，我并不是说劝谁。之前有一个算力不太够用的网友在评论区说，日本乡下的房子日本人都不要，你还劝人去接盘？那我劝你和你爸断绝父子关系，你听不听吧？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他是能够看1-2个视频就改变想法了吗？我搬到日本的乡下来住，我觉得日本的乡下环境很好，我在这边生活得很开心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就你来不来跟我也没有半毛钱关系，我现在连房子都不想卖了。它这右边有一个公共停车场，我说实话我是觉得很意外的，因为这边的路都很宽，它的房子也很大，我感觉几乎是没有必要去修一个公共停车场。它这是一个月租的停车场，但这里每家都有停车位啊，那就说明有人是来这边上班的，但这边我没有看到什么大企业，除非是这边的农场它需要雇人，那这个就有可能。这边是一个住宅区，它正常来说是没有什么工作岗位的，他要不就坐车去隔壁的山田上班，要不就到市中心去上班，或者是自己在这边开个店。日本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会报销每天通勤的那个车费的。现在神户有一些企业就是针对这种乡下地方租的，它允许你上市修山。什么个意思呢？就是你家不是住的比较远嘛，然后你来去车费每次都报销，那个费用也挺高的。这样吧，反正你那个工作岗位呢也不一定非要来公司，到周五的时候呢，你就在自己家里休息，在自己家里工作。至于你休息3天是哪一天完成你的工作量呢？那个我不管，反正星期一的时候你给到我的手上就可以了。特别是一些设计类的小公司，他们很灵活，他们就是这么操作的。所以什么乡下的房子日本人不要，日本人不住，那个是胡扯。这边这么大一片区域，它没几家是空着的。你具体要看哪一片区域是吧？就是你如果是北海道那边，它可能确实有些是人家不要的。但是我这边是神户啊，这边我发现骑个摩托车是很方便的。我已经看到好多人骑这种摩托车了，他们也不是直接骑个摩托就奔那个市区里面去了，他们就是骑到车站，然后就去换电车，然后有时候骑个车去超市里面买个菜，它都是这样的。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他们是不喜欢住乡下，主要是因为乡下的一户建它是2层楼，他那个腿脚不方便了，他上楼他不方便。很多年纪大的人他长期是睡1楼，2楼就空着，他时间长了就觉得那我还不如到市区里面再去买一个那个公寓，我就把这里卖了是吧？这里卖个1000万，我正好也能够在市区里面再买一个公寓。所以人家是这种想法，他跟你那不是一个情况。你如果是一大家子人的话，然后你的腿脚又还方便，
那你肯定住乡下的一户建要好一点嘛。你看日剧里面有很多日本人他是住公寓，他是因为他没买房子，他那个公寓是租的。正常人谁都会比较喜欢大房子。那还有日本的网友在我的评论区评论，日本的乡下房子是真的性价比高，我以后也想来买一套。我们跟日本人不一样，他们睡到8点起来，他还要化妆，他吹头发搞头发他就半个小时了，然后他还要吃早饭，他还要去公司。那这么一算的话，他如果住乡下，他的时间确实是不划算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经常睡到中午才起来。我要出门的话，我洗个脸刷个牙，我10分钟搞定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很宅的人，我喜欢宅在家里，那我肯定要选个大房子。你们看这个是日本人很讨厌的，他这个是职业塞广告的，这个我家也有，但是我并不是很讨厌，因为他那个是塞在信箱里面的，我不要的话我就拿出来随便丢了就可以了。而且有时候一些小广告我还挺有用的，但是日本人他讨厌归讨厌，他看到了他也不阻止，因为这毕竟是人家的一份工作嘛，你拦着也不好。你看他这个还在跟着塞，他这个效率很低。我有看过那种小帅哥然后踩个滑板的，那个效率很高。这边再往前面走就有一个很大的永旺超市，在日本就是永旺超市，它到处都是，只要是这种乡下地方它就往这里扎根。它虽然不是一个垄断型的企业，但是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地位了。像这种地方上的小的商业街很多都没落了，它就是因为永旺超市，因为你竞争不过它里面什么都有，它里面有理发店，有兽医诊所，卖电器，卖衣服，卖饰品，它什么都卖。有的地方还有餐厅和电影院，它甚至有很多区域所，它都直接开在永旺超市里面。所以有时候逛街的话就直接去永旺了，就一些小的商店街它就慢慢的没落了。但是永旺它也不是把你弄死了它就不管，你如果是小的商店的店主，你也可以选择在永旺里面再去开个店。而且永旺对于小的那个店主它是有帮扶的，它有开店规划协助，还有低资金支持。你如果没有什么资金，永旺的银行还会给你贷款扶持。很多永旺的购物中心，比如中央市场的那个，它都是把1楼最好的铺位然后分割开租给小型的店铺店主。永旺的那个口碑在日本它就跟中国的那个胖东来差不多。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，它就比我刚才拍的龙田那边的房子呢，它要贵一些。虽然我走过来也没有多久，但是它这边它就确实要贵一些，因为这边是靠近车站，而且它前面就是永旺的那个超市。日本这边的房价就是这样，哪怕是同一个区域，隔着也很近，但是呢，它那个地段呢还是会分好坏的。它这个是快递公司的，它这个不是塞广告的。住在永旺超市旁边，它可以点外卖，它那个外卖的费用也就是300-400日元。但是如果你远个10-20分钟的话，那个外卖的费用就是1000日元。你看它靠近车站的地方，它就有这种小公寓，像这种它的租金就是非常便宜的。正常情况在这个地段它就是3-4万左右。然后你看它前面的是永旺超市，如果是在这个永旺上班的话，那他在这里租个房子住，他是很舒服的。你看它这个永旺很大，它这是一个购物中心，它这个就是神户乡下的一个水平，就是它虽然是乡下，但它很方便，它所有配套的它都有。你不能拿你对乡下的那种认知，你拿来跟日本比啊，你是不是对发达国家有什么误解？从这个路口进去，你看它这边停满了摩托车和自行车，它都是来这边购物的。你看它这个购物中心里面，它那个里面是分好几层。你看它这边麦当劳、无印良品，它全都有。这边是无印良品，基本上每个永旺的超市里面都有这个。然后我等一会儿再过来，我现在去吃一个饭。这边也有很多吃的，但是我想去吃另外一家，是在另外一个街上。这底下还有一个小孩在弹钢琴。这边往前面走，它有很多好吃的店，它不是在那个永旺超市里面。你看它这边就是商店街，它前面有一个业务超市，业务超市卖的食材是很便宜的。我想吃的是这家店，我之前加了他们的 LINE，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，他们有那个夏季限定的一个餐，就是这个，就这个北海道御膳。那今天我就去吃这个了，它名字叫御膳，它在卖2400，我觉得挺划算的，来吃一个试试看吧。这家店的人一直很多，也从来没有过生意不好的时候。我也很喜欢吃他家，我经常来。我跟店员说我要拍摄，然后店员就说要不你就坐这里面吧，我说可以啊。
好了，这个就是神户的御膳房给我做的2000式的御膳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就是这样一个餐啊，还有一份这个面，这个是神户牛肉。这个应该是墨鱼，就在那个小碟子里面的。这个是炸天妇罗，这个是南瓜。好脆。米饭里面这个是鱼子，这个应该是个扇贝子，它是个生的。让我意想不到的就是这个面它非常的辣。它是辣的，好辣。这个是蒸蛋，但是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材料，什么扇贝呀、虾仁啊什么的很多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这一份餐我还是满意的，但是就是分量也不是很多。辣的这个面，吃完了又单独点了一份它这个甜品，也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么一份甜品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。你们看过漫画里面知道那个羊羹吗？这个就是那个什么羊羹。我操，这个很好吃啊！就是它小了，你看它家的分量，都是这么一点点，但这个很好吃。绝了！这个茶味很重，还有很重的抹茶味，但它这个是抹茶味的羊羹。然后吃完了去买单。总的来说是分量有点小，但是还是满意的。账单是吃了3296。吃完了回，我们再去永旺超市里面看一下。今天不需要买什么，家里食材什么的都还很充足，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超市了。这个乡下的超市有没有什么和大城市的不同？是不是感觉没有区别？它本来就没什么区别嘛。那边是农田，这边是购物中心，是大超市，它有没有一种割裂感？生活用品、购物场所一应俱全。然后这个3楼这里有一个神户市立图书馆，只要你是在神户居住，它都可以在这里借书。避免有些人又说你怎么在图书馆里面拍摄啊？这里面不能拍摄啊。我就是可以拍，跟那个工作人员打了招呼的。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图书馆的环境还不错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了，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神户的乡下和你想象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从这个车站坐车到神户的市中心，它是半个小时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看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看的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